当人类的思维和认知水平达到足够的高度时，巫术是否会随之彻底消亡呢？这是一个纯粹推理的问题，但也并非毫无意义。展银新的回答是：恐怕不会。他从3个层面论证了这一判断。第一个层面，思维方式的并存性。原始思维并不等同于原始社会的思维，它不是一段已经被跨越的历史阶段，而是一种与文明思维长期并存的思维方式。两者的比重会随着时代而改变。今天的人类显然比1万年前更多地依赖逻辑推理，但比重变化不等于彻底消失。他用一系列日常经验来说明这一点。钟表普及之后，人们照样说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公尺通行之后，人们照样用一步之遥，指头粗细来估量。这些前科学的以身体经验为尺度的思维习惯，并没有被精确计时和标准度量所消灭。同样，我们很难想象有一天所有人的思维都遵循着同样严密的逻辑，所有人的推理都不再依托尚未被证实的前提。那样的一天永远不会到来。而只要这种思维状态存在，巫术存在的认知根源就不会彻底消失。第二个层面，情感因素的永恒性。我们已经看到，巫术并不只是思维的产物，它还深深扎根于人类的情感生活之中。愤怒时撕毁仇人的照片，悲伤时烧毁旧日的信件，尊崇时悬挂伟人的画像，喜庆时张贴福寿喜的字符。这些行为都具有巫术的性质，他们的目的并非直接改变客观现实，而是满足一种情感的需要。象征物的毁坏让愤怒得以释放，象征物的保存让思念得以延续。如果要把禁忌也算进去，那么谁愿意说不吉祥的话？谁愿意做受忌讳的事儿？这些避讳行为背后的心理逻辑与巫术一脉相承。展教授由此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：巫术与情感同在。只要人类还有喜怒哀乐，还有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满足的愿望和无法在现实中实行的报复，象征性的替代行为就永远不会消失。而这些行为一旦涉及以象征影响现实的隐含信息，就已经踏入了巫术的领地。第三个层面，文化习俗的惯性。巫术一旦形成，就不再仅仅是人类的行为方式，而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，成为习俗。除夕大扫除，春节放鞭炮，元宵挂灯笼，端午包粽子，清明扫墓，重阳登高，这些节日活动，无论其原始起源是否包含巫术或迷信的成分，如今都已融入民族文化的血脉。即使人们不再相信鞭炮真能驱鬼，不再相信粽子真能祭姜，这些习俗依然被一代代传承。已故名人的纪念凭吊，婚丧喜庆的礼节仪式同样如此，它们承载的不仅是功能，更是意义、记忆和身份认同。文化习俗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，它可以被改良，被赋予新的意义，但很难被彻底清除。展银新由此提出第二个命题：巫术与源远流长的传统习俗同在。综合以上3个层面，思维的、情感的、文化的，展银新得出了他的判断：不能指望有朝一日巫术习俗被彻底根除。如果能够把对人有害的迷信陋俗加以改造或基本消除，就已经是值得庆幸的进步了。他承认，从辩证法的宏观角度看，有生即有灭，万物皆有其产生和消亡的规律，但他同时坦言，我们只说可以预见的未来，过此以往就非我所知了。这是一种学者式的审慎，也是一种对人类有限性的清醒认知。我们无法断言巫术永远不会消亡，也许100万年后的人类心智将进化到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状态，但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，巫术的认知根源、情感根基和文化惯性都将使其作为人类心智生活的一部分持续存在。回顾整个系列的讨论，展银新教授最终呈现的是一幅关于巫术起源的辩证图景。巫术不是人类天生的禀赋，而是心智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。它的出现标志着抽象思维能力的诞生，这是人类脱离动物状态后迈出的决定性一步。巫术也不是纯粹的错误，在原始语境中，它与技术融为一体，是人类试图理解和控制世界的最初尝试。我们今天将它与科学对立起来，用的是后见之明，但巫术终究是误区，它是因果联想跃出正确边界的结果，是人类在尚未充分理解世界之前，用愿望和想象来填补认知空白的产物。认识到这种误区的性质，
制，正是人类心智继续走向成熟的必要条件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巫术既是人类的光荣，因为它证明我们能够思考，也是人类的局限，因为它证明我们常常思考错误，而承认这种局限本身就是一种更高的智慧。至此，我们完成了对展现新心智的误区第3章巫术起源的全部系统解读。感谢您的陪伴，我们接下来将进入到第4章巫术文化。在这一章里会讲到巫术文化的宗教化、民俗化，以及和周易相关的阴阳五行学说、相术学等。欢迎关注。